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事先将蛇放到衣柜里，又有意地灌醉了老书吏，赶回家中，原意应该让一品子对付严君宪吧？是。红药曾被严君宪抛弃过，后又为其轻生，虽现已嫁我为妻，但那严君宪回到长安后，他就勾引有夫之妇，这口气我能咽得下啊？那你怎么能断定那一晚严君宪会去你家？我察言观色呀。那我和红药毕竟也是7年的夫妻了，他要对我有所不忠，那我是能察觉的。只是我没想到，那天藏在柜子里的竟是张三。事已至此，你应把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全都告诉我。我都说了呀。那我是哪儿露了马脚，会让你们去查那一品子？你的志怪笔记写的确实不错，不仅记载了一品子的来历，还写了其缠绕杀人的恐怖。当然，在你的笔下，一品子化为了穿紫衣的美艳妇人。原来你是看了我的志怪笔记啊！哎，多谢你喜欢我的文笔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那书中其实还写了一个极坏的仆人，就是那严君宪身边那个叫明石的所谓的仆人，他才是大奸大恶之人呢。哦，只是不知道卢参军能不能找到红药，我怕再晚，那红药会死于明石之手啊。如果我的预感没错，你仍有隐瞒。你到底在隐瞒什么呀？我也毫无保留。雍州府查案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吁！雍州府查案，可看到此人套着马车出城。这个人有没有出过城？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见过。没错，这个人赶着马车，半个时辰前出了东城门。你确定？确定。果然不是去终南山的方向。幸好你很快画出人像，多谢喜君。你说你要告诉我你以前的身份，想听吗？想听啊，期待至极。听说过江湖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名号吗？就是你。我本商人出身，却好刀喜剑，于是拜师学艺12年而功成。当时江湖上最大的刺客组织是血滴，我加入不到3年，便名扬天下。原来你真的是烽火燎城，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这10年间呢，死在我剑下的人不可数，但毕竟杀戮太重，我也厌烦了，便带着重金归隐故园。回到岭南后，发现家族败落，于是接下生意，5年便东山再起，富甲一方。但当个商人呢，非我之志也。我最渴望的是考取功名。我读书甚好，能过目不忘，但却在商级而科考资格审查甚严，不可能蒙混过关。所以，我别出心裁的想出了一个计划，开始培养水鸡。主人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替您考取功名？你虽是我的仆人，但既不是奴籍，更不是商人之后，所以从今日开始，你只管读书，一切听从我的安排。主人，您信得过我水晶？我暗中观察你并非1日了，
要心无杂念的读书，争取3年，考中进士。但你不能再叫水姬了，以后你就姓严吧。我再帮你想个名字，严君宪。这水姬啊，还真是个读书的料，一个放牛的，3年高中。这说明南方人，特别是我们岭南人，不比中原人差，绝对不是没有读书的天分呐。怎么没帮我多洗点薄荷叶呢？废物！这岭南遥遥，要走多久才能回到故园啊？你我相伴，何愁前路迢迢啊？可这一路上，并非你我二人，岂不扫兴？莫非明郎在岭南独缺这一个做过官的水姬？不缺，家奴有了事，没把他留在长安，是怕人发现他的尸体。你我走得不逍遥啊。那现在，停一下。就把他留在这儿吧。明郎可是口渴了？是啊，要是嘴里能嚼点薄荷叶就好了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啊？明郎，你看，我给你采来了。这是在哪儿摘的？我怎么没看见薄荷？要不说我眼睛好呢，第一眼就看上你了。难怪当年水姬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啊！你呀，真是天生尤物啊！人生如梦，说的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啊！哎，先干正事儿。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我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的家奴。主人，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2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宪，刚才明郎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郎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
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宪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！不要买我，主人！红瑶，替我求求情啊，红瑶！幽州风雪之夜的红瑶，那时的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。你这天下第一刺客，果真没有记住我的名字。竟是仇家，那你费尽心机跟他在一起，嫁给孟不疑，这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靠近我，然后报仇。我不会武，只能如此。可你为何要现在坦白？难道是想跟他一起死吗？死的人会是你。怎么样，我的苦肉计厉害吧？我给了红药天底下最毒的毒药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先办正事儿。你平时太多疑了，我给你洗的薄荷叶，你都要自己重新再冲洗一遍。不如此，我们怎么有机会杀了你？红瑶，你可知我对你？红瑶，快救我！想毒死我？你们俩都得陪葬！后面发生的，你们不都知道了吗？
趁孟不疑夜值，你约严君宪来到家里，想要杀了他，继而引出明石。默认了。那孟不疑当是你的同伙，因为那条能杀人的一品子，就是他藏在柜子里的。我不知道什么一品子，孟不疑更不知我所做之事。前番所述，皆为洪耀一人谋划。所以张三也在你的谋划之中。是，都有仇，就一起杀了。洪耀认罪，大仇已报，虽死无憾。何人击鼓？薛县长，去探。是。孟不疑，为何击鼓？来抓我！我是杀人凶手。击鼓者孟不疑带到。孟不疑，不到12个时辰，你已3次击响雍州府登文鼓，这次又是何缘故？我来自首。户部令史孟不疑杀恶霸张三，现前来自首。你杀了张三？对，我杀了张三。我最近常精神恍惚，也闹不清我是写志怪写的，还是因为我失眠多梦闹的。我怀疑这洪耀与那严君宪私通。那天夜值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，我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返回家中。虽捉奸未果，但我却发现了一对男靴，就藏于我家床榻之下。我当时碍于面子，并未当面揭穿。我抱着纸卷离家之后，越想越气，于是我便又返回家中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奸夫竟是卖羊汤的张三。我一怒之下抓起了剪子。我身为进士，又供职于户部，却因怨生恨杀了人，当罪加一等。可是有人看到，是洪耀持剪刀行凶。谁啊？可是那个白发小贼阿将，号称寄居郎的龌龊之徒。哎呀，他的话要是都能当呈堂证供，那便是我雍州府的耻辱，我大唐的耻辱啊！伦令峰，你频频探破诡案，名声倒是大得很。怎么的？我今天来自首，你不会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我已认罪，愿伏法，当从速结案。哎呀，孟令史认罪，这是好事啊，但证据需确凿，所有的细节需严丝合缝，唯有这样，卢参军才好结案嘛。要什么证据？作案凶器，那把剪刀现在何处？我丢了。丢哪儿了？曲江之中。曲江那么大，你是在哪儿丢的？用了多大劲儿？扔了多远啊？黑灯瞎火的，谁记得住啊？在太医署药园，一棵很高的天麻下，我亲手埋的。洪耀，娘子，张三曾奸杀青青，她是我阁楼的姐妹，亦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是在多年前的平康坊，凶器就是一把剪子。事后也有人报官，却因证据不足，让那恶霸逍遥法外。
你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指证他？我不敢，我观你今日不像怕死之人啊！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若遭报复，便再无机会为父亲报仇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觉得我对不住青青。想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张三，就是雇佣刺客。可是我需要钱，我便向孟不疑要，他始终不肯给我。郎君，我知你自有家贫，又是小吏，月俸少得可怜。我没与你说明缘由，你不给我银子，我亦不怪你。后来我发现，锦绣绸庄老板钱正每日都来小广场看我弹琵琶，男人的眼神，我还是看得懂。有人！对不住。是我对不住。娘子避雨啊？那我们一同避雨如何？钱老板，衣裳都湿了，就别再穿上了，别着凉。娘子，你的衣裳也湿了，不如我生堆火，一同烤干。我向钱正抱怨嫁给孟不疑的委屈，并暗示会与他相好，便顺利地借到了雇佣刺客的银子。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孟令史休了我吧。你心善，勤俭持家，应得良人，子孙满堂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张三，与那钱正毫无关系。他孟不疑还不给红瑶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她相配吗？那日我约严君仙，想套出明氏真实的身份，谁知这张三突然来敲门，逼着我要银子。我想定是我雇佣的杀手无能，露了马脚。我确实还有银子，本想妥协保命之际，孟不疑回来了，我就让张三藏在了柜中。我支走孟不疑后，便送严君羡先走。返家之时，发现张三躺在了地上。我想，这不正是机会吗？我与青青姐妹情深，昔日出入平康坊时，她最是照顾，我便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用张三杀害青青的手段。杀人者红药，与孟不疑无关。你仿佛交代了，却又刻意隐瞒了一些。我问你，一品子藏在柜中，你可知？有蛇？不知。若有，定是他自己爬来的。我家离曲江很近。一品子可不是普通的蛇，且孟不疑也已交代了，欲利用蛇行凶的企图。看来你夫妇二人，并没有机会串供啊。好了，我来。我又请了多位仵作联手在此验尸，我们共同推断，张三死于窒息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先被蛇勒死的，故洪耀以剪刀刺死张三，罪行不成立。多谢苏先生大恩，救我娘子性命。但即便张三已死，以利器刺尸体亦有罪。我知道，
当如何判罚？新帝登基未久，正严整风化，毁尸者至少徒3年或情刑。我家娘子容颜美貌，她生性喜好热闹，若容颜被毁，你说她日后怎么去给人们弹琵琶伴奏呢？我这人吧，生来无趣，不会哄娘子开心。若再不能出门散心，你让她此生如何能得到快乐？故我想请裴小姐给她代话，我愿等她3年，请她切莫选择情形。王不疑，拜托了。洪耀做主，此事不能听父君的，请尽快对我实施情形，越快越好。人生苦短，若能早日夫妻团聚，这情形的疤算得了什么呢？洪耀，洪耀，二位恩人莫再劝。如今大仇已报，唯对不起孟老，怎忍心再让他等我3年？我意已决，请裴小姐代为向卢参军禀告。洪耀感激不尽。义兄，我们赚的钱还是要分的，义兄可得一半。哎呀，使不得，这哪行啊？不是给你自己的。义兄身为暗探总监，雍州府却没有太多钱经营情报，怎么助力我长安太平？你是要用自己的钱填补雍州府？不是填补，日后义兄一定会为长安编织成一张庞大的暗探网，搜集各种重要情报，辅助雍州府探破一桩桩诡案，甚至是关联涉及朝廷安危的大案。到时候肯定会有重重的奖赏。现在用的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？不对，此事你是不是之前跟卢凌风已经商议过了？就是他提议的。原来如此，你可真是卢凌风的贤内助。不过义妹放心，苏某绝不会中饱私囊，所得钱全部用于经营情报上。也希望这些情报能保京师安定，能保我大唐社稷稳固。若真的因此得了奖赏，自当双倍还于义妹。以义兄的人品、智慧、魄力，孰敢有疑？苏剑的意思我懂，钱就不用先给了。怎么，嫌少？哎，那倒不是，我呢做珠宝生意，在长安有100多处宅子。那你还做暗探？因为我元宝就喜欢探听消息啊，他上瘾，所以我宁可赔钱，也要花重金买到上好的情报。不过，不瞒苏剑我以前宅子更多。这些年兼职做暗探，已经赔了好几处了。哎呀，精神可嘉呀！来，苏某敬你。我也敬你。墨影幽燕，对，昔日在刺客组织血滴中与烽火燎城齐名，但更为凶残，每行刺必将目击者尽数杀光，故至今无人知其相貌。这血滴的卷宗，我在大理寺也曾看到过。墨影幽燕，仅在长安就有94人死于其手。墨影应制黑衣，幽燕莫非是善用火之辈？据传闻，这刺客杀人时只穿白衣，甚至都没有人知道他是男是女。此番若真敢入长安，卢某必擒之。待砍头之日，让长安百姓观礼。
阮家酒楼，嘿嘿，就是这儿。请问二位尊姓大名？他姓苏，我姓费，叫我费老板，叫他苏掌柜的就行。做苏珊的呀？啊，摆的谱跟大诗人一样，我就说看着不像。怎么说话呢？凭什么我们不能像诗人？费老板，咱们本来就不是诗人嘛。那也不行啊，他以貌取人。你说我不像诗人，我像什么？也不像老板，你像个酒鬼。我他嘛，倒有点文人气质，但最多是个屡试不中的书生啊。好眼力，可不就是屡试不中吗？要不然我也不能到这苏珊店来当掌柜的呀。哎，要说你们几个当中最像诗人的，就是这个推车的，啊，可惜啊，空长了一副好皮囊，跟我一样当伙计。你们阮家酒楼的伙计，一个月多少工钱啊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哎，你还要跳槽啊？别忘了，你欠柜上的钱还没还完呢。你这掌柜的怎么当的？啊？找谁推车不好，非找这么一个又傻又愣的。哎，走后院，正门今天只有诗人能进。哎，费老板，上门做买卖得按东家的规矩来，毕竟做一份苏珊，人家给10份钱。看在钱的份上，哎，对，咱不能跟钱过不去。走这边。没洗呢。哎呀，你躲开！樱桃，我来帮。哎，不必。王佑博少年成名，听说是气宇不凡、玉树临风，而高达呢是个谦谦君子，温文尔雅、博古通今。你都见过？没见过呀？那你怎么知道的如此清楚？这2位诗人名气大得很，自然很多人讨论。我能做点什么？你又不会，看着就行。喜君说的对，你就别在这儿捣乱了，趁机出去转转。好主意，我就是个推车的苦力，制作苏珊这么精细的活儿，确实不适合我。你俩定有什么预谋吧？说来我听听，急啥老费爷？好好给人家做苏珊，得对得起人家给的金饼。哎，干什么的？啊，苏珊店的伙计，掌柜的，你店里怎么还养这个？这种事儿轮得到你问吗？既然是苏珊店的，就到小厨房待着，别瞎溜达。啊，是。哎，要饭的，到外面。长安女儿踏春阳，无处春阳不断肠。舞袖弓腰魂忘却。峨眉空带救秋霜。卢兄，我没看错吧？真的是冷极秋。看背影，我就知道是你范阳炉。你何时来的长安？哎，你们，冷极，你不会就是我们老板阮大雄请的诗人吧？劳烦你通报一下，就说南州冷极前来乞讨。冷先生，你可千万不能这么说。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没把您给认出来。您怎么从后门进来了？我现在就去禀告老板。啊，陆兄，我刚进长安，就听说你是现任雍州司法参军，怎么也有闲暇来酒楼啊？龙兄，我的身份还请暂时保密。好，明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才到，
未来的半个月呀，要助战于此，故姐妹们，班主的意思是卖点力气，该唱的就唱，不该说的一句别说。班主放心吧，您的嘱咐我们都牢记了。姐妹们，是不是呀？是。比起那几位诗人，我们的老板更显富态。姐妹们，郝掌柜的意思你们听懂了没有？别光巴结诗人，老板才是主家，你们要格外的尊重。是。是。我名唤桑儿，今日有幸为诸君挑弦吟歌。清规有情有人悲春，人生不俗世，闲云助我情。第一首就是我王佑博的诗，二位服否？才开始而已嘛。画上。哎呀，诗人王佑博一首。王兄拔得头筹，来，我们敬他。来，王兄，高兄。奴家阿碧见过诸位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，这首诗是我的。高兄啊！诗人高达一首。王兄，又是你的。王兄，这首诗又是我的。画上。诗人王佑博2首。哎呀，暂时领先二位仁兄，我敬大家一杯。我叫抱抱，豹子的豹，不是郎君抱美人的抱。诸位慢用，酒过3巡，想要抱我时，我在哪？
我叫小趴，见过各位郎君。缓缓软郎归，匆匆逝如追。杯中知傲雪，太平最相护。我的诗，竟有人唱起了我阮大雄写的诗。姑娘，难道我的诗也开始在民间流传了吗？是。哎呀，这让我在3位大诗人面前情何以堪嘛！哎呀，惭愧啊，惭愧！诗人阮大雄一首。哎呀，不作数，不能作数的呀！这，哎呀，王兄，这首是我平日最爱唱的，没想到作者竟就在席间，不知小趴是否有幸敬大诗人一杯呀？哎呀，姑娘，此言差矣呀，应该是我敬你才对呀。来，倒上。哎。冷兄，唱到现在你是一首都没有，贤弟我敬你一杯。王兄，我读过冷兄的诗集，作品虽不多，但不乏经典名篇，因是眼下没有传到长安而已。鲁无名，我知道，你与冷吉是故交，我也说过，我不讨厌你，但是你也没资格替他帮腔。王兄的意思是啊，我二人与冷吉相识的更久些。高兄，你不必跟他解释，今天我们就把心里话都在这里说出来。冷吉，当年我们兄弟3人在洛阳，诗坛的地位是平起平坐，可你最后选择离开我们，回到南州，说什么南州4子亲如手足，可结果呢？4子沦为笑柄。你以为你失去的只是诗名吗？你失去的东西远比你想象的要重要的多。哎呀，王兄，罢了，我说错了吗？前几个歌姬皆平平无奇，所唱亦巴人下里之词，岂比阳春白雪之曲？冷吉不才，所写之诗俗物，莫敢进。今日若无人唱吾诗，则自罚3杯，从此弃笔停诗，终生不敢与尔等争衡。他这话什么意思啊？王兄，回席。
这边。怎么还背着剑呢？虎口之物只能随身携带。以剑虎口，难不成你是刺客？这位郎君说笑了，奴娇自幼喜弹琵琶，可随着年岁增长，仅靠琵琶无以为生，便拜师习得剑舞。今日既背了剑，又抱了琵琶，诸君可选，亦可先弹琵琶，后舞剑。你的声音竟一点都没变。可是坐在主位上的客人，您的声音我却从未听过。冷兄，冷兄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奴娇是个盲女，如何就盲了双眼？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那就先舞剑吧。剑舞也是我大唐瑰宝，会剑舞的女子不在少数，但像你这般的盲，倒是少见，倒是少见。刚才扶我的那位小姐，可否帮忙抱下琵琶？多谢。奴娇眼盲，长剑所及，但愿不伤到诸位。樱桃，我们苏山店的伙计樱桃小时候学过盘子舞，樱桃，你与之一起跳。遵命。
实行。正是冷兄的寒食行，笔触素雅，托物寄兴，哲思隐于情，恰如空谷幽兰。好事，那我给记一下。快记！诗人冷极一首，据说在我大唐驿站的诗板上，有关寒食和清明的诗，抄送最多的就是这首。光阴如长河，诗人万千。其实一个诗人，如果能有首诗在千年后仍被传唱，就非常了不起了。冷先生的佳作，我10年前就读过，至今一到寒食节，仍会抄写背诵。诸位过誉了。我阮大兄，何时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呀？唉，瞎嘀咕什么？哎，班主，班主！哎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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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还有歌姬没有啊？回主家，没有了。我们玄火班只有这5位歌姬。唱了佑伯兄2首诗，今日赌诗，你赢了。冷兄，刚才确实有2位歌姬唱过我的诗，但是与这位姑娘相比，却是逊色太多。要我说，论胜负，不该看唱谁的诗多，而应该看班中花魁唱的是谁的诗。附议。此女子绝对是这百戏班子当中的花魁。冷兄，你胜了。高某人输得心服口服。我阮大兄也甘拜下风。哎，等等，你还能占上风吗？你也不看看这席间都是什么人。哎，王兄说的对。娇奴。可是在叫我，错了，我叫奴娇。三二妹妹，劳烦扶我下楼。我们这就去准备另外几种口味的苏珊，用时命苏掌柜传唤即可。冷兄，认错人就别发呆了。今日齐廷画壁是你赢了，贤弟我敬你一杯。卢某今日有幸一睹诗人的风采，齐廷画壁更是让我见证了大唐诗歌之盛况。我愿敬每位诗人3大碗。3大碗？王兄是想说卢某没这个资格吧？要说资格也不难。敢问卢兄饮酒是否海量啊？哼，包括阮老板，席间4位诗人，区12大碗，不在话下。痛快！还请冷兄勿发呆，与我等同乐呀！喝酒是吧？好，我冷极正求一醉。好，请。我来倒酒，我来倒酒。
奴娇姑娘可在此间休息？有劳桑儿妹妹。没事。刚才为何不动手？席上有高手。高手？那个耍盘子了？不止他一个。那之后该如何？我可是给了你定金的。他们不是在喝酒吗？过不了多时，便个个会烂醉如泥。你只需告诉我，要杀之人在哪个房间。是假冒。好剑法，看着是真刺客。哎呀，好险，他果真是刺客。你是何人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卢无名。只因为名字起得不好，至今未能考取功名，只好屈居苏山殿，当一个伙计谋生。你这刺客武艺虽凑合，却赢不了一个伙计，算你不走运。你又是何人？苏山殿另一伙计，在长安谋生不易，怕被人欺负，就学了3招2式，也想过当刺客。奈何武艺太稀松，你连我都打不过，早点改行算了。任老板，交给你了。班主何在？出来答话。小的在。小的不敢欺瞒，此女子确实不是我们玄火班的人，是我们来的路上正好撞上她要上吊，便就……哎，我家班主心善，见他既会弹琵琶，又会舞剑，就把他收留下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是的。带着佩剑上吊，是专门喜欢被勒死？恐怕上吊是守株待兔吧？应是提前得知玄火班要来这阮家酒楼，特意在那儿等你们呢。哦，哎，阮老板，这戏班子是谁请的呀？掌柜呀，姓侯的。姓侯的要害我！抓住他！站住！哎，过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过来！过来！想跑？那你是承认喽？就说，要雇刺客，要宰了你这个不孝子，又怎样？你个开酒楼的，整天读诗、背诗、写诗，为了结交诗人，你不惜一掷千金，快把你爹的产业都给败没了，我看不惯。你爹死之前跟我说，他要值得辅佐，你就辅佐他；他要不值得，你可以取而代之。哎，他刚才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？好像哪位诗人写过。哎呀，你真是个诗痴！刚刚那句话
没有出自任何诗篇，不是吗？是后汉三国刘玄德白帝城托孤时，对诸葛孔明所言。啊，对，想起来了。姓侯的。你对我爹呢，也算是一片忠诚。阮大雄在此谢过。哎，这我爱师哥，背逆了祖宗的产业，确实算是不孝。但是你竟然雇佣杀手想害我，你太过分了，太过分了你！把他给我关进柴房去，饿上他2天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走。哎，诸位，让大家见笑了。他怎么办呢？我大唐确实宽容刺客，但行刺之际被抓，仍是要被惩罚的。若不送官，我等恐有包庇之责。那就绑了吧，拿绳子来。拿绳子把他绑起来。等一等。冷吉，愿代他受罚。他不叫弩教，他叫教奴。我们在洛阳相识，那时我在神都谪居备考，却屡试不中，以致意气消沉，整天混迹在秦楼楚馆。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我们，互相温暖，相伴，度过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。后来，教奴渐成头牌，每日应酬达官贵人。有一次，我去找教奴，看见他正被一个将军搂抱，我不忿，上前呵斥，结果被痛打。愤怒之下，我迁怒于教奴，发誓从此不再相见，并诅咒他定会盲了双眼。我好恶毒啊！如今想来，实属不该。他本歌姬，应酬客人，也是为了尽早赎身，与我永不分离。后来，我因尝试海市行，一举成名，不再醉心科举，而是回到南州，专事诗歌，与其他3字为伴，放情于山水之间。但我的心中一直对你存有愧疚。今日就让我冷吉替他顶罪吧！来不及了，你们全都得死！去你的吧！费英俊，还认得我呀？老朋友了，你为何要搅我的生意？呸！老贼，我没有你这样的朋友。罗凌风，
这就是你们要抓的那个墨影幽燕。擒他！罗灵宝，别怕，那是幻术。别光盯着洞房，还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。明白。还有大爷。班主，班主，班主！抓刺客！刺客！姑娘们，放下兵器，别逼我们动手啊！想试试大唐诗人的实力吗？听话。跟他们拼了！拼什么拼？我们也是被那个老家伙给逼的，最多算从犯。你们几个，过来把地上东西收了。季师公，我一直担心你喝醉了误事儿。醉什么醉呀？苏明根本就不让我喝呀！忙活了半天了，我得犒劳我的酒虫子了。哎，张飞，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，不可喝酒。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还耽误我喝酒？据暗探密报，隐匿多年的墨影幽燕已潜回长安，目标应该就是这阮家酒楼。此人杀人如麻，手段极其残忍。你若饮酒误事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你说谁？我一听这名号啊，嘿嘿，老相识了。20年前，我混迹于鬼市，他被仇家追杀，血都快流干了。是我把你从鬼门关救回来，而他却为了得到灵丹妙药，杀害了我药王们的4个徒孙呐。那几个孩子都管我叫师叔啊！我今天要给他们报仇！我把剑给我！飞叔，杀个老贼，何须您亲自动手？我今天一定要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！哎呀，老费，行了，他罪行累累，需一一审问，务必还所有亡灵公道。墨影幽燕，你躲了20年，却敢给这百戏班子起名叫玄火班，玄，墨色也；幽燕，鬼火也。你这是在挑衅公谢呀！陆凌风、苏无名，你们2个是嫡公弟子，老夫早有耳闻，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遭遇，算我倒霉。何来遭遇一说？我们是专门在阮家酒楼等你的啊！只是我不明白，以你墨影幽燕的手段，怎么会被苟孟尝一伙劫持呢？要不是他们人多势众啊，我又怎肯受其辱？你就吹吧，你就。墨影幽燕向来以狡诈著称，凡是能骗过的，他绝不硬拼。他最擅长的就是用幻术杀人，要是真刀真枪，你早就被人砍死在荒郊野外了吧？我问你，你既已隐匿20载，为何又出来犯案啊？命在血滴，身不由己啊！啊，你接到血滴令了？反正是一死，你们就别想在我这儿问出东西来。都给我拿下！
卢参军，我们来晚吧？来得正好，把院里的这几个，还有里面的狗孟尝，一并带回宫县。是。轻点儿，给他捆结实了，他可会幻术。是，苏先生，不对呀。刚才你说你是专门到这儿来等他们的，可不应该是我请你们到我这儿来做苏珊的吗？给我搞糊涂了呀！有些事儿糊涂一点好。哦，对。三儿妹妹，我早就看出来你是被胁迫的。刚才你能及时停止做帮凶，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你着实细心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这不救着了吗？喊什么呢？你忘了前面那几个了？小派他们3个都是那所谓班主的帮凶，之前他们还掳过几个姐妹，因为不听话，不是被勒死就是活埋。所以，在如此威逼之下，你还是找机会向人透露出了墨影幽燕这个名字。是，我虽被劫持多年，但并不甘心就此沉沦，一直在寻找机会脱身。偶然间偷听到小趴和那老贼的对话，知其绰号墨影幽燕，是个罪大恶极之辈。宫谢得到消息一定会来抓他，那么我也就有救了，故有意泄露于人。正是因你的消息，我们才在暗探处拿到了至关重要的情报，才把玄火班和墨影幽燕联系在一起。如此，也算是为那几个被他们害死的姐妹报仇了。你在奴籍？是。你有功于雍州府，作为奖励，雍州司法参军公谢会想办法为你取消奴籍。太好了，三儿妹妹，你自由了。真的？你不是在骗我吧？苏某是雍州府暗探总监，更是嫡公弟子，我必会兑现承诺。多谢。今日我老费可是合格的暗探，要是没我呀，你们早被那个什么狗给迷倒了。嘿嘿。喝酒之前，让他们先吃苏珊，盯住了，每个人必须吃光。行了，老费，这一天天的，就知道吹。不过，你能把那豹子装进柜子里，确实有点本领。据我所知，这墨影幽燕30年前就身背数条人命。可这班主赛孟尝和狼野狐，年纪他对不上啊。带我寻机探明虚实。怎么样？这边。这边，这就是美眉住的地方。
多谢。那植入不太好吧？万一客人在里边呢？万一客人在里面，咱再出来呀。梅梅，我来了，还记得我？啊？罗凌风，来来。跳窗而逃。哎，你快点儿！好狗不挡道，赶紧给我让开！我若是不让呢？我可是安社的人，你不想活了吧？安社的，你不会是斗狼吧？既然知道我的大名，就赶紧让开！还真是你啊！你旁边这位胡姬，可是你好兄弟青葱的相好。你这么做，太不仗义了吧？我跟青葱是逢场作戏，跟斗狼才算是情投意合。你闭嘴！青葱你也认识？你到底谁呀？连他你都不认识，你还在长安混呢？听我一句劝，赶紧缴械求饶，要不然有你好看！哎呦！不行，妹妹，斗狼，你们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去拿此人，没想到让卢兄带回来了，韦某惭愧。韦兄何出此言？我也是正好碰到。您这就自谦了，嫡公弟子果然名不虚传，韦某佩服。但也想请教，是什么线索让你们去查这胡姬的呢？这个，苏明，还是你来说吧。先前青葱回忆时是这么说的。难道就一块银锭吗？梅梅这么问，便是知道青葱收账的数目。斗狼说去会相好的，应是借口，而梅梅出现在花店附近也不是巧合，是你知道青葱软弱，专门让梅梅去刺激她的，是也不是？斗狼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你和梅梅，你们两个背着我。梅梅，我打死你！大唐，公堂之上，你们干什么？跪好了！青葱胆小，平时要债都靠我，但是我也知道，他骨子里还是有点血性的。我是想，梅梅一激他，他没准能把7块银锭收回来。就算只收了6块，我夺了，带着梅梅远走他乡也够了。债不是我收的，安社找麻烦也找不到我头上，不是挺好？好你个斗狼，安社找不到你头上，我小命不就没了吗？我们俩是兄弟呀！我住了！放手！你们看，他们兄弟俩还是相互了解的。这青葱确实有点血性。斗狼，你是如何谋杀花福的？从实招来。那人不是我一个人杀的。青葱去找梅梅时，我就躲在屋里。就1块银锭吧。想要多拿几块也不难呢，可我青葱知分寸，好日子长着呢。我打的是7块银锭的主意，想着至少也有6块，结果他就拿了1块，计划不就落空了吗？我索性自己去花店。当时我真没想到，
青松居然把华府给杀了！我就仗着胆子找银挺，可一块也没找到。这么说，花府脑后之伤不是你所为？当然不是我了，是他。青松，你拿什么家伙砸的？你一次砸死他好不好啊？他连累我也成了凶手。胡说，我可没砸。少官，就是他杀的，他杀的，不是我。你还会说我杀的？大胆狂徒，一再藐视公堂！来人，拖下去，各打20大板。这不是我，少官，少官，不是我杀的，少官，少官，是他杀的，他杀的，少官。你叫梅梅？是。你确定窦郎没有带回其他的银瓶？没有。他还说，逃到洛阳以后，还是让我做歌姬养他呢。慌里慌张的，去哪儿啊？谁家的小娘子如此放肆？包袱里装着什么？打开看看。我凭什么给你看？凭这个。你有疯病吗你？滚开！哎呀！你这个打我！娘子饶命！娘子饶命啊！哇，这么多银挺！这2道伤口长短深浅有别，短的这一刀，深不到5分，应是10万所割，但并不是致命伤。长的这一刀，深达1寸7分，食管、气管全部被割断了。1寸7分，在仵作之学上是及时丧命的尺寸。据石氏兄弟交代，他们在偷袭马奎之时，马奎并未反抗，亦不躲闪，应是当时已被人先割了喉。苏某在第一时间看过尸体，当时那假镰刀没入死者脖颈，这1寸7分的伤口就是他造成的。可那假镰刀是木质的，本不能杀人，除非什么？除非有外力重击刀背，以寸巧之劲将假镰刀砸进了他的脖颈，致使其丧命。竟然是这样！哎呀，应是仵作大意，误导了杜县尉的判断。哎，这杜某惭愧，看来凶手另有其人。没错，当时我也在场，却只顾着看热闹，丝毫没有注意到可疑之人。此凶必有些手段，不然难以借木刀杀人。可眼下应当如何查下去？杜某也一时没了主意，还望卢参军不吝赐教。当从马奎的仇人查起，远的不说，被他顶替的那位7圣刀成员，对马奎当心生恨意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开门！
大半夜的？天谢查案，快些看门。我乃万年县尉杜玉，何必可在家？啊，先住睡下了，唤他起来。哎，上官，你们猜测的不无道理。被取代之人，一定心有不甘，甚至怀恨在心，但不至于杀人吧？何况最终名单由我权衡，被取代者，定是我能说服之人，又何必绕弯子？直接告诉我是谁。他本来一肚子气，你们还要去找他麻烦，废什么话？说是谁？卢参军，我非说不可。此命案与请神一事密切相关，还请何先助协助攻县，探案缉凶。好，被取代者是我胞弟何乾，他就住在明德门边上的盐作坊。主人在书房。哎，等等啊，何乾是没睡还是起得早？嬴政时分在书房？哦，我家主人有失眠之症，之前在何先住家借书的时候就常有此困扰，最近几月更是严重，只能坐着睡。所以我家主人最喜欢晚上看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，要不然主人一夜不眠，我们可就遭罪了。唤醒他。不敢。何乾，醒醒！攻谢查案。主人，您别吓着，是有客人来了。杨林峰。应死于寅初时分，半个时辰前。何人来过？没人来啊！主人亥时进的书房，我以为他早就睡下了。韦县尉，韦县尉，仵作到了吗？还没。怎么还不到？尸体是卢参军和司无名发现的，所以没急着找仵作。卢兄，苏先生，杜县尉，韦县尉，这盐作坊在我长安县境内，我知道。那你来做甚？
莫非要教我韦涛如何查案不成？我们杜家人才济济，就算收徒也不必寻外姓。严作坊虽在长安县，但死者何前与我万年县的一桩命案有关联，故而随卢参军前来。你我早有约定，事关案件，我不去接东，你不来接西。今日是你违约在先了。哎呀，我这本想查些线索，却不成想撞上个死鬼，真是倒霉。也怪这长安县在韦县尉的治下，居然如此的不太平，命案频发，我这想躲都躲不掉啊！长安县尉来此查案，无关人等，速速退让！